是极品聚灵根。王行3灵根，主木、辅土、火，灵根纯度中等偏下，可直接入外门。李二狗5灵根。孙秀秀4灵根，金木水土，驳杂微弱，暂留身份。钱多金木水火土5行废灵根，暂留身份。这是单灵根，火系单灵根，如此纯粹，如此强盛，天佑我宗，天佑我宗啊！好一个丹火灵根！哈哈哈，此子我烈阳兵要了，即刻起，便是我烈阳峰真传弟子。好了，下一个。这是五行平衡，从未见过如此平衡的五灵根。五灵根本已驳杂不堪，修行艰难，此次更是五行之力完全均等。你们看，陈平五行灵根，金木水火土俱全，五行之力绝对平衡。鉴定此为废灵根。有灵根，却是万中无一的，比普通五灵根更无用的，互相湮灭的废品。好了，检测完毕，下一个。结果已出，你先跟我来。领取宗门发送的基础功法。百药园那边你继续做管事，不得懈怠。是，小子明白。废灵根又如何？只要留在百药园，依靠玉佩空间黑土地，我照样能在这吃人的修仙界硬生生撕开一条血路。长青诀基础修炼功法，布袋里是2枚下品灵石，你记名弟子1年的俸禄。瓷瓶里是1枚洗髓丹，助你初步洗涤肉身杂质，不过需要突破炼气1层才能使用，否则的话会爆体而亡。弟子明白。百药园的监管职责你暂时保留，但记名弟子并非高枕无忧。1年之内，若无法踏入炼气期第1层，视为仙途无望，剥夺弟子身份，逐出宗门。5年之内，若无法突破至炼气期第3层，同样驱逐。我明白。来人，去查那个叫陈平的原百药园杂役，我要知道他所有的身世背景，在凡俗间是做什么的，这4个月接触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是，师兄。毫无背景的杂役能弄到灵石，这中间必有蹊跷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若是机缘，就该是我的。
静心、凝神、引气，一夜枯坐，除了腿麻，什么也没有。凡胎肉体，当真触碰不到天地灵气。白管事，你昨日去了执事厅，检测了灵根。你有灵根？是。恭喜你成为记名弟子。多谢，白管事。我尝试引气入体一夜，毫无所获，不知当初可有什么诀窍？灵气无形，强求不得。你越是焦躁，心神越乱，毫无背景却稳得住心性。引气入体本就是去无存精，熬的就是心气。去水边坐坐，听水声，观落叶，心静了，气自会寻窍而入。没用，还是没用，连灵石都无法引动分毫。难道我真的与神道无缘？成熟了，这株母本终于成熟了。常规方法已是死路，这或许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失败了，不，有效，这股药力能被引导。既然有效，那就赌上一切。活下去，引气入体，报仇！这是气。引气入体，成功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整根吞了。若非报仇的执念，我恐怕已经活活痛死。引气入体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是炼气1层。这就是灵气。按照这种速度，想要继续到足以冲击第一个灵兄的灵气，恐怕需要几年。这就是五行废灵根吗？什么都能却也因此在体内自相残杀，效率低得令人绝望。仙凡之别，如同人与蝼蚁。几年，我等不了几年。这是记名弟子每年的年俸，也是我此刻唯一的希望。希望它有用。有用，真的有用！洗髓之后，我吸纳灵气的速度至少提升了数倍。果然，修炼一道还是得依靠丹药。碰撞湮灭的比例似乎只是减少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。效率只提升了大约30%。30%，这意味着我冲击炼气1层所需的时间依旧需要2、3年，甚至更长。几年，我等不了。既然依靠自己这废灵根资质，修炼起来难度如此之大，那就想方设法弄来大量的丹药。黑土地里还有这200株凝露草，199株寒星草，这些
都是我的财富。时机成熟，我完全可以拿这2种灵药换取大量的丹药供自己修炼，或者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炼丹师，自己炼制丹药，这才是更好的选择。这里的灵草需要每日3次浇水，不可断。修炼的速度实在太慢，没有丹药支撑，1年内突破炼气1层的宗门要求对我来说难如登天。我必须要另辟蹊径。灵石耗尽，修炼之路再次中断。1年之期，就像悬在头顶的冰冷铡刀，随时都会落下。含星草2灵石1株，概不还价。入草80灵宗药的速度。上等的含星草2灵石20灵石1株，上等的凝露草1灵石1株。什么？含星草比老李头那儿还贵20灵晶，凝露草更是贵了1大截儿。小子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品相确实比老李头那摊上的强不少。道友，含星草2灵石20，我要5株；凝露草也给我来5株；含星草给我留3株。凝露草剩下的我全包了。64枚，足够了。有了这第1桶金，接下来该真正为自己投资了。掌柜的，洗髓丹怎么卖？道友识货，咱们回春堂刚到一批上好的洗髓丹，只用4枚1枚，4枚灵石1枚，贵了。前面百草轩才3枚50灵晶，你这儿张口就要4颗，有店大欺客的嫌疑吧？道友说笑了，百草轩的货怎能跟我回春堂比？我们这儿可是清玄门内门丹师的手笔。3枚灵石20灵晶，我要10枚，现在付钱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百草轩。罢了，就当交个朋友。3灵石20灵晶10枚，32枚灵石，亏本卖了。这个怎么卖？10灵石不二价，5灵石，8灵石，最后可有张丹方呢？6灵石，拿走拿走。20灵石，这丹炉太旧了，耳还缺了一块。15灵石，我帮你带走。18枚灵石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这可是正经的炼丹炉。前面巷子口老屋那摊上，新的黄铜小炉也就20出头，我还不如买个新的。行，15就15，算我亏本，赶紧拿走。这小子
出手倒是阔绰。老吴，这坊市里哪有什么老吴？2次平安往返坊市，固然有我步步为营，但更多的是运气。运气这东西，虚无缥缈，总有耗尽的时候。到那时，死无葬身之地，绝非虚言。这是我用仅剩的灵石换来的保命底牌。可这些终究是消耗品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的困境。此行最大的收获，并非价值不菲的丹药或丹蛊，而是这本不起眼的残卷。养灵丹，养灵丹名字普通，对于别人是鸡肋，但对我来说，主要凝露草，我的神秘空间里已经成熟了上百株，并且还在持续生长。而另外2味辅药，在百药园里简直如同杂草。养灵丹单颗效果有限，没关系，只要材料近乎无限，我就可以炼丹，炼制大量的养灵丹，一颗接一颗的吃，10颗不够就100颗，这才是最适合我这种一穷二白、资质低劣的5连根散修的修炼之路。剑术。等它们都长成熟了，我就可以炼制养灵丹了。王伯，坐。陈管事，您找我？王伯，你在园子里时间长，经验丰富。我最近修炼遇到了阻碍，需要更多时间静修。这园子里日常的巡查、记录、安排伙计们干活这些事儿，我想暂时托付给你。管事，这怎么使的？我不敢，我哪懂这些？王伯不必推辞，园子里的事你比谁都熟，遇到实在拿不准的，比如上报的损耗突然增大，或者发现严重的病害，你再告诉我，我会每周固定出来查看一次。王伯，你年岁大了，这个或许用得上。另外，这个月起，你的月历灵晶每月多1块，我来发你。管事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园子里的活计，您放心，我保证看好。我相信王伯。明天开始，巡查技术本和杂役的排班册就放你那儿。记住，遇大事莫自作主张，及时报我。丹药不能频繁使用，否则单独淤积会堵塞经络，甚至要了性命。大半个月只敢服用3枚，效果远没有我想象的好。5灵根的资质，如同一个巨大的漏斗，再精纯的药力，最终能沉淀下来的，实不足易。修炼之路，道阻且长。成熟了，不仅成熟了，而且药效比外面那些凡品强了不知多少倍。灵药年限越高，炼丹成功率越高，出现高品质丹药的机会越大。10枚洗髓丹已全部用完。身负5行废灵根，靠苦修是死路一条。炼丹，用这片黑土地炼制出无穷无尽的丹药，这才是我唯一的破局之计。炼丹材料齐备，丹书研读了无数遍，是时候动手尝试了。这炉子确实旧的可以。第一步，引火。没有先图说的地火，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——木炭去火。
不行，这样下去连第一步都完不成。这种办法虽笨，效率低下，但至少可行。接下来最关键也是最模糊的步骤，融合药力，凝丹成形。火候过了，第一次炼丹失败了。凝露草药性清灵，最先融化；赤参药力厚重，融合困难。精花受不得高热。失败的黑烟或许还会升起，但那又如何？生来倔强，这可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贝。整整90天，像个被钉在丹炉前的囚徒。第100炉，第100次失败。陈平，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在里面藏宝贝呢？没什么，方才在打坐，有些入神了。喏，拿着，这是我熬制的十全大补汤。看你最近脸色差得很，再这么熬下去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你多注意歇歇，别总是一个人闷着。我给他做甜品，是为了换取消息，而他端来这罐汤，只是因为看见我脸色差。关键的时刻到了，融合药力，凝丹成形。凝。是真的，不是废炭，不是废渣，是真正的成型的丹药。10份材料，炼废了8份，
成了2炉，得丹10粒，这微不足道的10粒丹药，是我陈平踏碎这废根绝境的基石。精纯的药力，灵气增长的速度比单纯打坐快了10倍不止。赤色丹单独开始在经脉深处沉淀了，没有好办法，只能等突破时强行冲刷了。9枚养灵丹彻底炼化，丹田灵气团已凝实如牙签大小，炼气1层的大门就在眼前。命门穴，给我破！壁垒太坚固，反震之力差点震碎经脉。那就换个法子，重刷法。钻，给我钻透它！给我破！督脉贯通，气海扩张，连淤积的丹毒也被这股突破的洪流彻底洗刷干净。半年，从测灵碑前的废灵根到如今的炼气1层，我陈平终于在这修仙界站稳了脚跟。花了3天时间，总算是稳固住炼气1层的修为，不会倒退了。好强烈的眩晕感，这就是传说中修士的神识。才10几个呼吸，灵气竟耗去近半。近4000斤的纯粹肉身之力，足以开碑裂石，但还毁不掉这凡铁。这就是修士的力量，灵气加持下的破坏力。若是打在血肉之躯上，后果无法想象。陈管事，找白管事吗？他可在？几天前就走了，听说托了关系，直接进外门了，真是好运气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。连当面道谢的机会都没有，仙途之上聚散无常。白芷，愿你仙路坦荡。传说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法宝，能引入修士丹田，这玉佩如此神奇，会不会也可以？进，成了！最大的秘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。神识辅助，火候的细微变化，药液的排斥与吸引，全在掌控之中。近1年了，过了这个年，宗门执事就会来查验修为。炼气1层是底线，达不到卷铺盖走人。药力几乎感觉不到，只相当于几天的苦修。抗药性，身体对养灵丹彻底麻木了。以我现在的成丹率，去外门当个炼丹童子绰绰有余。不行，一个5行废灵根，1年时间修到炼气2层巅峰，那些高阶炼丹师只要一探查，我身上的秘密必死无疑。必须去坊市换新丹方，买隐匿修为的法器。
灵气护体，风雪不侵，仙家手段果然非凡人可及。成色尚可，3灵石10枚灵晶行不行？不二价。给我来5粒。我要3粒，给我留2粒。有了这笔灵石，脱胎换骨的本钱就够了。好嘞，品色差无妨，只要种进玉佩空间，便能重获生机。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。10张火球符，2张土遁符，1面青木盾，1把玄铁剑。这枚灵石，卖一个消息：宗门隐秘交易处的具体位置。160枚灵石耗尽，换来的是我陈平在这修仙界活下去的獠牙。自从到了炼气1层后，这玉佩简直是天然的杀具利器，心念一动，随取随用。再加上这个可以藏修为的面具，应该能够自保了。3个，一个炼气3层，2个炼气2层，灵气驳杂不堪，连青云宗外门垫底弟子都不如。前面那戴面具的，给老子站住！奇怪，小子，你连个储物袋都没有，坊市里买的那些好东西藏哪儿了？识相点儿，把身上值钱的物件全交出来，省得爷几个动手，让你吃皮肉之苦。不要试图偷奸马滑，爷爷盯你一路了。几位大哥，行行好，小的就这点家当，是给上面公子跑腿才买的，交出去，小的没法交代啊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东西交出来，留你一条命，不然别动手，我全交。哼，算你识相，动作快点。人呢？惊不惊喜？我竟然在渴望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。给老大报仇！2个炼气2层，既然已经惊动了，那就一个不留。老三！
现在不是探究心魔的时候，必须立刻清理痕迹。穷鬼，这几条命，连我一张火球符的本钱都赚不回来。储物袋，这等稀罕物件儿，这几个地层杂鼠怎么会搞到手？算是意外之喜。这面具不仅有隐藏修为的作用，还自带3种变化形象。这次果然是捡到宝了。看看哪一个好用。风险极大，收益却全是些破烂。那几个袭击者真是穷得叮当响。血灵阵盘，灵气浓度足足提升了5成，血中送炭，有了它，修炼速度必将暴涨。50份药材，承担83枚，这5天的命没白拼。木质化，寒星草变成了寒星树，典籍里从未有过这种记载。只要他不死，就能源源不断的提供10年份的药液。这玉佩空间竟然能促使灵药发生变异，彻底打破生死循环。陈平师弟在吗？外门执事堂例行查检。弟子陈平见过执事。入门已近1年，释放气息看看。轻轨面具，全靠你了，压住，死死压住。炼气1层，气息虚浮，能在1年内引气入体，算你勉强及格，切勿懈怠。多谢执事教诲，弟子定当死命修炼。原籍小石村，凡俗农户，毫无背景的泥腿子。刚来时病恹恹，去了矿洞那种没了个把人都正常的地方，不但没折进去，反而力气暴增，撞了大运，调去百药园。现在居然突破了炼气1层，5行废灵根，1年炼气1层，绝对是走了天大的仙缘，能让凡人脱胎换骨的宝物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个毫无背景的小杂役，也配得找个极其合理的意外，让他彻底消失。虽然轻轨面具能掩盖身上的气息，但以我的资质，炼气1层仍可能会被别人怀疑。
眼下只有提升自己的实力方有自保之力。我需要大量的吸髓丹和聚灵丹来为我接下来冲击炼气3层做辅助。虽然这2味丹药的炼制比养灵丹难上100倍，但用不完的药材和聚灵盘灵气的提纯，我相信我一定能行。成了，拼了半条命，终于成了。外有执事查验，暗有李英勇这等恶犬窥伺，退一步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所有的底牌都在这里，今夜不破炼气3层，誓不罢休。好霸道的药力，如同强力磨盘一样在疯狂挤压灵力。药力不够了，一鼓作气，再来。给我破！3血连通，气海翻倍，炼气3层，成了。60丈方圆，纤毫毕现，神识的范围和精度发生了质的飞跃。神识略有疲惫，但灵力远未见底。这等续航，炼气2层是想都不敢想。好快的凝聚速度，这等威力，这原本鸡肋的法术终于有了正面杀敌的资格。这一刻，我才真正理解，为何凡人如此渴望踏入仙途。这种掌控自身命运的感觉，确实令人沉醉。炼气3层，在修真界依然是底层，继续蛰伏，活下去，才是唯一的真理。2年时间，如今我已是炼气6层，空间里的寒星草和聚灵草竟都长成了树，药效更是外界的几10倍。可惜到了瓶颈期，洗髓丹和聚灵丹的助力微乎其微，储物袋里还有50多枚聚灵丹，得去趟隐秘坊室，寻找更高阶的丹方了。记名弟子陈平，正是弟子。执事堂令谕，3日后辰时，前往山门广场集合，随队前往灵药谷执行采摘任务，不得延误。灵药谷，那向来是由内门或外门精英看守的秘境，何时轮到我一个杂役？敢问师兄，为何是弟子？弟子职责只在照料百药园。有人ถื见你做事勤勉，细心可靠，此乃宗门临时征调，为宗门填补亏空。怎么，你有异议？举荐，是谁想借机除掉我夺宝？
还是想夺取我的仙缘？弟子不敢，弟子遵命。哼！想除掉我夺宝，想夺我的仙缘，那就看谁先送谁上路。此处应该就上次打听得知的宗门内神秘黑市，千鬼面具能够变化容颜，隐藏修为，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暴露。来到鬼市，陈平先是将剩下的50枚聚灵丹换成500枚下品灵石，然后到福禄区购得20张爆裂火球符，10张一阶上品金刚符。购买符箓之后，他又转进一家专做法器生意的店铺千断阁，将自己的铁剑折价换了一柄一阶中品清风剑。有此利器，发挥出炼气6层的实力，应该不成问题。最后，他在一个专卖杂项功法玉简的摊位上驻足。傀儡出解，多一分底牌，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。30灵石，不讲。哎，秘境开启7日，装满50贡献点的灵药便可出谷。多采摘出的灵药能够发送宗门奖励。记住，谷内灵药皆有特殊气味，不要私藏。一旦查出，后果自负。列队准备入阵。杂役封管事，果然是他。连这领队也心怀鬼胎。王胖子没有修为也能混进来，如此一来，鱼都入网了。待会儿大家都跟紧点儿，这谷里可不太平，毒虫妖兽不少，走散了死了可没人管。仙缘这东西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看来他们偷偷离开，是要等时机成熟。好了，就在这片区域分开行动，2人一组，各自采摘。记住，日落前必须回到此地汇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跟我来。小子，把你身上的宝贝交出来。李银勇那小子不会轻易推举人出来，他没有那么好心。你小子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被他看上了。只要你识相，我可以给你留个体面，让你在这灵药谷里长眠，也算待在风水宝地里了。哦，你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吃下我？狂妄！既然你敬酒不吃，急！宗门特制之物，极易留下追踪印记。在此地解决同门，还是谨慎为上。李应勇，这笔账该清算了。对方3人
一个炼气4层，两个炼气3层。若聚在一起硬拼，即便能胜，动静太大也必生事端。必须将他们分开，逐一击破，或者引他们入瓮，一网打尽。就是这里了，李英勇的忠言之地。这些线索足够指引他们找到我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在那儿，在那儿。陈师弟，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！怎么，跟孙师兄走散了？还是说孙师兄不带你了？蠢货，布置得如此明显，竟也花了2天时间才找过来。原来是李管事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怎么找到？陈师弟，你这留下的记号可不少啊，慌不择路了吧？孙乾那家伙也是蠢，竟是让你给逃走了。陈平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。看在你老实配合的份上，本管事可以发发善心，留你一条残命，让你在这灵药谷里自生自灭，如何？这买卖划算得很啊！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的耐心有限，这里荒山野岭，解决你随便找个荒野深坑一扔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识相的，乖乖把东西拿出来。留我一条残命，李英勇，就凭你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你才多大？五行废灵根怎么可能有炼气6层？你用了什么幻术法器，想吓唬老子？做梦！别被他骗了，一起上，解决他！他身上的宝贝足够我们享用不尽，我们得到仙缘，以后仙途一片坦途。饶命！陈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猪油蒙了心，我不是人。仙缘我不要了，都是你的，饶我一命！我发誓，我李应勇此生绝不再出现在您面前，当牛做马我都愿意。王胖子在哪儿？我说，只要你饶我一命，王胖子，他也进来了，他就在西边，离这里大概30里。
有个葫芦口形状的山谷，谷底有个隐蔽的石洞，他就在那洞里藏着，等着我们把你解决掉，好分一杯羹。都是他怂恿的，是他告诉我你有仙缘。陈爷爷，您去找他，饶了我，我就是条狗，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葫芦口山谷，隐蔽石洞。对，就是那里。陈师兄明鉴，你。李应勇应该得手了吧？陈平啊，陈平，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，以为攀上了仙缘就能成为人上人？呸！老子略施小计，借李应勇这把刀，就能把你彻底解决，让你当初在杂役峰敢顶撞老子，让你不识抬举。等李应勇拿着那小子的仙缘回来，老子分一杯羹，一定也能脱胎换骨。等老子也成了仙人，老子也要把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全都踩在脚下。怎么还不来？难道李应勇那蠢货出了岔子？不应该呀！对付一个炼气1层的小崽子，怎么可能失手？陈平，你怎么？饶命！陈仙人，陈爷爷，饶命啊！是我糊涂，我猪口不如，我不该听信李应勇那狗贼的挑唆，我不该对您起坏心。求求您，看在我当初在杂役峰对您还算。饶了我这条贱命，我所有的东西都给您，灵石都给您，我给您当牛做马，求求您，饶命！王胖子，从你觊觎我的东西开始，你的命就已经不是你的了。陈平，你这小杂种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敢动我，宗门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杀！凭什么？老子没有灵根，你们这群卑贱的可以修炼。老天有眼无珠！小杂种，老子就是要将你们的车！青玉藤3点，地根黄金4点，不到2日，储物袋内的灵药价值已稳超50点。深处必有真药，但也伴随未知死局。
为了些许药材去赌命，愚蠢至极。积攒灵石，在百药园自己培育，才是最稳妥的生路。陈平，55点，超额5点，任务达成奖5点，超额奖1点，共计6点。勉强达成任务，竟能换算相当于7枚灵石的奖励。宗门看似仁慈，可这庞然大物根本无暇顾及底层。这所谓的仁慈土壤里，只会滋养出极其贪婪的蛆虫。这些低阶大陆货对炼器初期是横财，对我这炼器6层只能换成灵石。我急需能辅助炼器中后期的强力丹方，去黑市风险极大。或者申请加入外门，成为外门弟子，便能名正言顺进入藏经阁、丹药阁。绝不可行！五行废灵根，3年从炼器1层蹿升到3层已是惊世骇俗。若再暴露炼器6层的真实修为，那无异于黑夜中举起火炬。仙缘暴露，等待我的将是比底层蛆虫恐怖千百倍的极其惨烈的死局。树大招风，人强遭击，这炼器6层的修为就是极其致命的破绽，绝不能漏。去黑市碰运气，在此之前，必须先回一趟凡俗矿区，把父母接出来安顿好，永绝后患。聚灵丹对炼器6层的经脉如同涓涓细流，试图填满干涸的湖泊，彻底失效了，只能靠水滴石穿的苦修。炼器7层，水到渠成。炼器后期了。黑市毫无高阶丹方消息，是时候出发，去矿区接回父母了。爹，娘，接他们出来，必须接他们出来，绝不能再让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继续煎熬。至于后续的修炼资源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凡人的世界早已千疮百孔，我能做的只有先护住自己的血脉。住一晚，简单对付下就行。3号坑又塌了，埋了7、8个，老刘头家那小子也在里头。听说南边脉下去的人没一个能撑过3天的，上面急着要货，哪管死活。老陈头家那俩口子是不是还在废坑那边造孽啊？小声点儿，让监工听见你也想去废坑。此人定是负责点卯和维持底层秩序的监工小把头，找他最快。哼，一边去，别挡道！这里不是你们这些公子哥游山玩水的地方，滚远点！这位管事大哥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您尽管问，小人知无不言。我想打听个人，陈大山，还有他婆娘林氏。我听说是在废坑那边，是真的在废坑那边吗？大人，打听废坑干什么？那地方极其晦气，根本不是人待的。陈大山，那是我爹。废话别多说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给我说什么。
大人手神痛，我说。不瞒大人，小人有点印象。去年冬天，他好像是犯了错，顶撞了巡查的仙师，被罚到废坑去了。那地方极其凶险，九死一生啊！至于他婆娘，好像是跟着一起去了，记不太清。废坑那边归八脸熊管，那是个心黑手狠的活阎王。大人，您的父母……大人，听小人一句劝，那地方去了就是有去无回，你爹娘怕是早没了。爹，娘在废坑顶撞了仙师，被罚过去的。这世道当真是没有出乎我极其糟糕的预料。八脸熊，我记住这个名字了。一场关乎于这片矿场的极其彻底的清算即将开始。废坑，挪往西走到头，看见一堆极其腐烂的木头架子，旁边有个快塌了的破房子，再往里最深最黑的坑口就是里面那全是那个狠毒的家伙，还有脸上老大一条疤，掉丑陋的蜈蚣似的，就住那破房子里。他心黑手狠，专管废坑的矿渣，进去的人就极其彻底的不是人了。一连几天没有看到父母的极其微小的影子，不能再等了。不论如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蜈蚣疤魁梧壮硕，这无疑就是八脸熊。灵力变动，这八脸熊竟也是修士，而且是炼气6层。谁？滚出来！敢问道友是哪个宗门的？跑到老子地盘上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来找人，陈大山和林氏。找人？找到这废坑绝地来了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？滚！趁老子心情好，赶紧滚蛋！不要以为你是修士，老子就不办你！还给老子在这里胡言乱语！老子把你废了，扔坑底喂虫子！他们在哪儿？找收拾！他们在哪儿？下面，最底下，东岔道尽头。道友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无需如此。我用仙缘换自己一条命，是极其真正的，能够让凡人逆天改命的仙缘。让凡人逆天改命，踏上仙途。爹娘没有灵根，若真有此等机缘，今日暂留你残命，吞下我手中丹药。道友放心，我极其绝对不会逃跑。此丹药名为7天散魂丹，7天后你没有服用我给的解药，神魂溃散，彻底完蛋，懂了吗？还希望大人能够极其多提携，小人极其绝无二心，句属实。您极其不信，大可进入矿洞查探就知。如果你敢骗我，你知道下场。最底下，东岔道尽头。爹，娘，爹，娘。是平儿，平儿，是我的平儿，是我爹娘，是平儿，儿子回来了。
回来了！好，值了！当年让你走对了，走对了。长高了，也结实了，娘就知道我儿有出息，能活着回来，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回来。有出息。若无玉佩，我们一家3口早已在这无尽的重压下彻底化为枯骨。爹娘，你们等着，儿子这就去，让那八脸熊付出代价。平儿，不能动他，是他保下了爹娘这条命啊！这年，爹想给你娘扯块布做件新衣，冬天太冷了，就藏了点矿渣里的碎矿，想换点钱，被监工抓住了。那仙师姓马的，二话不说就要当场处置了我们，说矿上的规矩，偷矿就是没命。是熊管事，八脸熊。他当时在场，听我们说了几句话。他说，2个废人解决掉也脏了仙师的手，不如扔到废坑里自生自灭，还能榨点力气。后来就把我们送到了这里，没再打骂，每天还给一顿稠粥，活儿也比外面少一半。没有他，爹娘早就被那仙师一掌拍没了，骨头都烂没了。他算我们半个恩人。半个恩人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废坑深处弥漫的灵金粉尘，对于凡人而言，就是持骨的浊气。这皮肤下青黑的脉络，正是致命的暗疾。八脸熊哪里是发善心，分明是看中他们还能为这废矿榨取最后价值，留他们一命，如同圈养的苦力，用一顿稀粥换取他们在这浊气里像蜡烛一样无声无息的燃尽罢了。真相下的残酷只会将他们的意志彻底压垮。八脸熊，这笔账稍后再算。爹娘，儿子已经知晓了，你们身子太虚了，先别想别的。儿子这里有些丹药，能帮你们去除病气。来，先服下。速度太慢了，浊气深入骨髓，绝非一颗洗髓丹能进出。这药力需要时间慢慢化开，爹娘先歇着，儿子带你们出去。大人，你出来了！大人，这是令尊令堂当初签下的契书，小的一直替他们保管着呢，如今物归原主。安置好我父母后，就去看看你的逆天机缘了。大人，您歇着，这点粗食清水给二老垫垫。爹娘受苦了，好在你们还在，未来定要让你们安享晚年，百倍补偿。八脸熊，你说过要用仙元换你的命。是，小的不敢欺瞒大人，千真万确。是那废坑深处的灵金矿。不，那灵金矿，小的是靠着它才勉强修炼到炼气6层，但那东西算不得仙元。哦，那所谓的逆天改命的仙元在何处？在那边崖壁上半中间有个小石台，东西就在那儿。小的这就带大人去。带路。阴灵藤，大人果然见多识广，就是此物。小的当年还是个在矿上苟延残喘的力夫，无意中发现了它，把它吞了。
吞下之后，小的体内就多了一股阴寒气流，能引气入体了。小的就是靠着它踏上了仙人的世界，不仅成了外门弟子，还修炼到了炼气6层，在同辈中排名积靠前。愚蠢之极！这阴灵藤别名绝土藤，他强行构筑的伪灵根最多支撑到炼气3层便是绝路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以极其疯狂燃烧服用者的本命精元和寿元为代价，看似踏入仙途，实则是在用命换取微弱力量，最终只会消散的极其痛苦。更何况藤蔓部分凡人吃了只会躯体崩溃，他能活下来只是运气好。吞了根部，这就是你说的逆天改命。大人饶命！小的当年就是个绝望的力夫啊，能活下来，能有点力气，不被轻易打废，对小的来说，他就是天大的仙缘啊！大人，你看，你仔细看看他的根，小的总觉得他有点不一样。这绝不是普通阴灵藤该有的东西，这五行流转的古老意蕴，汲取五行精粹蜕变的变种，这已不是伪灵根藤，而是五行阴灵藤。若在天地间默默生长万载，甚至能化为长生药、不死药，踏上成仙大道。可惜，最精华的主根须被八脸熊吞噬，本源被夺，生机根本已断。这暗紫色的灰败并非伪装，而是生命力即将彻底枯竭。灯油已枯，灯芯将残。若无逆天灵物重塑本源，顶多再撑1年半载，这簇五彩光华必将熄灭，化为尘土。冥冥中自有天意。我需要为父母寻找仙途希望，而我恰好有那片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黑土地，这就是他的一线生机。八脸熊，大人，小的在。你说你用仙元换命，这株藤我收下了，你的命可以留下，不过你今后如何，我给你2条路选。第一条路，跟我走，回青云宗。你的任务是保护我父母的安全，确保他们在宗门内不受任何滋扰。作为回报，我会提供你修炼所需的丹药。你炼气6层的修为，做此事应当足够。第二条路，你继续留在这黑山矿场，凭你对这里的熟悉，弄到些灵金矿不难。你自行修炼，我不过问。你可以用这些灵金矿换取修炼资源，但是每年你必须将所得灵金矿折算价值后的5成交予我。留在矿场听着自由，但5成供奉等于当长工。荒山野岭靠自己摸索，猴年马月能突破。去青云宗伺候凡人虽然憋屈，但这位爷不到20岁就是炼气后期，绝不是普通外门弟子。他身上必有大机缘，指缝里漏点丹药，也比自己在矿场卖命苦干强100倍。大人，小的选第一条路，小的愿追随大人左右，赴汤蹈火，定当竭尽全力护佑二老周全。好，记住你的话，若有差池，你知道后果。起来吧。是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